歡迎嚟到懸疑檔案。2010年3月2號凌晨3點10分，Darren 警方收到一通報警電話，係 Angela 打嚟嘅。佢當時匿埋喺衫櫃入面，話俾警方知有人闖入屋企開槍。警方到達現場之後，見到一名男子啱啱喺地下室嘅窗口爬咗出嚟。核實身份之後，證明咗佢係屋企嘅長子 Anthony。Anthony 間房喺地下室。佢話俾警方知，佢聽到槍聲，但係就唔知道邊個係槍手。警方由前門進入，喺1樓發現咗男主人 Jeffrey 嘅遺體。佢嘅妻子 Lori 倒斃喺樓梯度，而細仔 Michael 就被發現倒斃喺車房附近。3名死者嘅頭部同埋身體都有多處槍傷。警方確認槍手已經離開咗現場，並喺衫櫃度揾到咗 Angela。好彩佢並冇受傷。了解情況之後，警方發現原來 Michael 嘅女朋友當時都喺案發現場。佢同警方講，當時佢同 Michael 喺梳化度睇電視，突然之間佢哋聽到咗好大嘅噪音，跟住就子彈橫飛啦。佢僥倖咁逃咗出去，但係 Michael 就冇咁好彩啦。佢同警方講，槍手只有一個人，行兇時全身嘅衣着都係黑色嘅。警方發現客廳嘅窗口被打爛咗，窗口旁邊仲發現咗一把錘仔。現場亦都有好多.40口徑嘅彈頭，牆上亦都有多個彈窿。另外，現場亦都有散落一地嘅刀具。警方推斷 Jeffrey 落樓嗰陣同槍手發生咗正面衝突，之後被槍手殺死。Lori 喺落樓途中就被槍手開槍殺死。Michael 應該都有嘗試同槍手對抗，佢向槍手掟刀並嘗試逃跑，可惜都係倒斃喺車房附近。由於現場冇遺失任何嘅貴重物品，警方排除咗入室盜竊殺人嘅可能，並向仇殺嘅方向調查。Kramer 一家住喺 Darren 市多年，男主人 Jeffrey 擁有自己嘅車房，而妻子 Lori 就係一位熱情嘅花王，佢亦都好鍾意小動物。一家人喺社區入面都好受歡迎。到底係邊個同佢哋有住深仇大恨，而狠心咁想要將佢哋滅門？早晨8點，警方向 Anthony 同埋 Angela 錄口供。Anthony 話，槍擊案發生嗰陣，佢喺地下室間房度瞓覺，佢一直匿喺間房嘅桌球台後面，直到佢認為安全之後，佢先爬出窗外。當 Angela 被問起知唔知道邊個會想要傷害佢哋嗰陣，佢俾咗警方一個名 Johnny。Angela 同 Johnny 喺埋一齊2年，並喺2009年誕下咗一個仔。佢哋之後展開咗同居生活，但係 Johnny 嘅控制欲好強烈，佢經常都想孤立 Angela 同屋企人嘅關係。Johnny 亦都有情緒問題，佢經常唔能夠控制自己嘅怒火。Angela 話 Johnny 曾經多次恐嚇佢嘅屋企人，因為考慮到 Johnny 一直冇辦法同佢嘅屋企人好好相處，所以 Angela 最終決定喺舊年同佢分手。Angela 仲提到，佢喺2009年5月舉辦咗 baby shower， 佢本來只係打算叫女性嘅屋企人同埋朋友嚟參與，但係 Johnny 唔同意。喺活動進行期間
Johnny 甚至唔俾佢嘅媽媽抱佢哋嘅仔。Johnny 亦都冇投入喺裏面，只係全程抱住個仔坐埋一邊。喺佢哋分手之後，Angela 就搬咗出嚟，而監護權嘅爭奪亦都開始啦。Johnny 唔願意為撫養個仔承擔任何費用，但係就想要個仔嘅監護權。Angela 仲提到，佢非常肯定 Johnny 對佢嘅屋企非常熟悉。Johnny 睇起嚟的確有犯案動機，再加上案發當晚 Johnny 接走咗佢哋嘅仔，佢好似知道當晚會發生槍擊案一樣。呢一點加深咗佢嘅嫌疑。當警方打算揾 Johnny 返嚟問話嗰陣， Johnny 先聯絡咗警方。佢話佢睇到咗關於槍殺案嘅新聞，佢對 Angela 仲有感覺，並向警方查詢咗 Angela 嘅狀況。當 Johnny 被告知 Angela 平安無事之後，佢亦都表示佢願意嚟到警局協助調查。警方問佢案發當時嘅行蹤，佢話佢喺前一晚10點就去咗賭場賭錢，直到凌晨4點先至離開。雖然賭場嘅 CCTV 證實咗 Johnny 嘅不在場證據，但係警方都係懷疑 Johnny 認識槍手，所以暫時將佢拘留喺審訊室入面。Johnny 一直否認自己涉案，但係佢嘅手機就喺審訊室入面響咗好幾次。於是警方申請咗搜查令，調查 Johnny 嘅手機。果然不出所料，警方發現喺案發之後有一個電話號碼不斷嘗試聯絡 Johnny。經過調查之後，嗰個號碼係嚟自一部拋棄式手機。嗰個人仲喺留言信箱度留言，話自己好快就要抌咗呢部電話啦，而且佢仲被幾架黑色嘅 SUV 跟住。呢個時候，一個男人聯絡咗警方，佢話佢啱啱收到佢嘅前室友 Jacob 打嚟嘅電話，佢聽起嚟好緊張，並話自己喺高速公路上被一班警察跟蹤。由於 Jacob 所講嘅嘢同 Johnny 嘅電話留言非常相似，於是警方開始調查 Jacob。根據 Jacob 前室友嘅講法， Jacob 睇起嚟好抑鬱，同槍殺案嘅死者 Michael 係好朋友，但係喺2009年嘅感恩節， Jacob 同 Michael 反咗面，並被趕咗出公寓。Jacob 冇犯罪記錄，警方嘗試打電話俾佢，但係冇人接聽。於是警方揾嚟咗 Jacob 嘅爺爺嫲嫲問話，佢哋同警方講 Jacob 係一位整車嘅技工，有憂鬱症同埋自殺傾向，佢會用毒品嚟自我治療。佢哋並唔相信 Jacob 會涉案。深入調查之後，警方發現 Jacob 曾經喺案發之前幾日喺 Creamer 屋企附近嘅鋪頭買咗一支.40口徑嘅 Glock 手槍。Jacob 即刻成為咗頭號嫌疑犯。警方想要將 Jacob 逮捕歸案，但係就一直冇辦法揾到佢。最終喺美國法警局嘅協助之下，佢哋成功喺佛州揾到咗 Jacob。Jacob 被捕嗰陣，仲瞓喺父母屋企出面嘅貨車入面，身上並冇武器。喺審訊室， Jacob 表示佢同佢嘅屋企人而家嘅處境十分危險，佢擔心佢開口之後，佢嘅屋企人會受到對付。警方不斷說服 Jacob， 只有佢將真相講出嚟，佢同佢嘅屋企人先至會安全。最終 Jacob 先願意開口，指證 Johnny 就係幕後嘅指使者。Jacob 喺2009年夏天認識咗 Johnny， 並成為咗朋友。Jacob 每個月都會向 Johnny 買毒品，Johnny 仲介紹咗一啲幫會嘅朋友俾佢認識，
佢哋睇起嚟都好暴力。除此之外，Johnny 仲喺 Jacob 被趕出公寓嗰陣，提供咗一個地方俾佢落腳。Jacob 好尊敬 Johnny， 同時亦都好畏懼佢。Johnny 曾經同 Jacob 講過 ，Angela 知道太多幫會嘅事啦。當佢哋喺度爭奪監護權嗰陣，Angela 仲威脅 Johnny 話要報警舉報佢哋。Johnny 仲話 Michael 打算搵人殺咗 Jacob， 為咗自救 Kramer 一家必須被滅口。但係考慮到 Johnny 同 Angela 之間嘅矛盾，如果佢親自喐手嘅話，警方一定好快就會懷疑佢。所以 Jacob 先至係最適合嘅人選。喺案發前幾日 ，Johnny 吩咐 Jacob 去買槍。Johnny 仲畫咗 Kramer 屋企嘅平面圖，話俾 Jacob 知應該要由邊度闖入去。Johnny 明確指示 Jacob 必須喺3月2號凌晨3點闖入去。於是 Jacob 喺服食毒品之後，就去到咗 Kramer 屋企，佢將架車停咗喺另一條街度，再行路去到 Kramer 屋企。Jacob 話，當晚佢用錘仔打爛咗客廳嘅窗口。當時 Michael 同女朋友仲喺梳化度，佢向 Michael 開槍 ，Michael 就跑咗入廚房。呢個時候 Jeffrey 同 Laurie 落咗樓梯，佢又向佢哋開咗幾槍。之後，佢向佢哋嘅頭部每人再補多一槍。Johnny 曾經吩咐 Jacob 必須行勻成間屋，包括睡房。Jacob 話佢本來預計會喺睡房度揾到 Angela， 但係佢匿埋咗。Jacob 亦都冇去到地下室，所以 Anthony 先至可以走得甩。犯案之後 ，Jacob 就揸車去咗佛州。Jacob 話佢將作案用嘅手槍抌咗喺一間餐廳出面嘅垃圾桶入面。警方之後亦都喺嗰度揾到咗一支槍同埋一啲衣物。經過彈道測試之後，證實喺案發現場揾到嘅彈頭係嚟自呢一支槍嘅。雖然警方而家擁有足夠嘅證據可以現場扣留 Johnny， 但係佢就拒絕回答任何問題。3月5號 ，Jacob 被困喺 Johnny 嘅拘留室隔離。拘留室入面裝有咪，可以聽到犯人嘅對話。Johnny 開口問咗 Jacob 關於殺人計劃嘅一啲事。呢段對話亦都印證咗 Jacob 嘅口供。Johnny 亦都喺3月6號正式被落案起訴。2011年 ，Jacob 喺庭上承認咗3項謀殺罪，獲刑75年。2013年 ，Johnny 上庭受審 ，Jacob 亦都成為咗控方證人，出庭指證 Johnny。控方指責 Johnny 為咗監護權而殺人，並將 Jacob 比喻成為 Johnny 嘅武器。Johnny 知道 Jacob 好依賴佢，所以就操縱咗 Jacob， 令佢成為自己嘅殺人武器。最終 Johnny 被控3項謀殺及教唆謀殺罪名成立，被判3個無期徒刑，不得假釋。